好酒的人戒酒后肝能变好吗？医生提醒，出现4个症状，该戒酒了。酒桌上觥筹交错间，有多少人意识到杯中的酒不仅是欢愉的调味剂，也是肝脏的一把利刃。长期酗酒虽然不会立刻让人感到痛苦，但在不知不觉中，肝脏的负担不断增加，健康也在一点点消耗。许多好酒之人往往认为酒精不过是一时的享受，殊不知这份享受正一步步损害肝脏，甚至发展成酒精性肝病。随着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、肝硬化的接踵而至，酒精带来的健康危机不可忽视。酒精对肝脏的损伤程度如何？戒酒是否能让肝脏恢复如初？出现哪些症状必须警惕并立即戒酒？戒不掉的酒瓶。李国良化名，46岁，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物流公司。几年前，随着事业逐渐上升，他的生活里渐渐离不开酒了。起初，喝酒不过是为了结识新客户，应酬业务往来，后来却成了习惯。每当回忆起一天的琐事，酒成了他逃避与自我放松的唯一方式。朋友劝他少喝些，家人也多次提醒过，但他总以自己能控制住为借口，一再回避。酒瓶一个接一个的倒空，逐渐成了家里垃圾桶里的常见物。几个月后的一天傍晚，李国良如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回到家，打开冰箱，随手拿出一瓶冰镇啤酒，接着倒了满满一杯。他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几口喝完后又起身，重新倒了满杯。这样的生活已经成了常态。然而这天晚上喝到一半时，他突然感觉到腹部有些胀痛，好像有根细针在胃里轻轻刺着，让他不太舒服。他心里纳闷，想不起最近吃过什么不干净的食物，索性不去理会，继续小口抿着手中的酒。但这次的隐痛并没有如往常一样消失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这种刺痛感愈发明显。他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胃口似乎也变差了，连平时最爱的小炒牛肉都提不起兴致。这让他有些疑惑，但他不以为意，以为只是劳累所致。几周后的一个早晨，他起床后照镜子时，发现眼白竟然泛黄，脸色也比以往苍白了许多。他愣了一下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心里闪过一丝疑惑。然而他并未多想，认为不过是熬夜的缘故。妻子也发现了他的异样，考虑到李国良平时的作息和酗酒的习惯，妻子十分担忧，再三劝解他前往医院检查。经过妻子一再的催促，李国良避无可避，决定去医院检查。走进冷清的候诊大厅，他稍显局促地坐在椅子上，四周的安静让他莫名地感到不安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胃部，回想起最近几次饮酒后的不适和不明原因的刺痛。轮到他时，医生细心地询问了他的饮酒情况，并安排了详细的检查。当检查结果出来时，李国良在医生办公室门外等候，手心不自觉地沁出一层冷汗。他目光定在门上的名牌上，迟迟没有察觉到医生已经走了出来。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检查结果，并说明了酒精对肝脏的损害。回家路上，李国良的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医生的话，他眼神凝重，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用力。到家后，他坐在沙发上，习惯性地拿起了酒瓶，但拿起酒瓶又想起了医生的话，犹豫了许久，终究还是缓缓放下。戒酒的日子并不轻松，每到晚上，胃里的痛感总会提醒他过去的生活习惯，而他也清楚自己无法再继续下去。同时，李国良也很迷茫，自己戒酒的话，肝还能变好吗？自己以后又该怎么办呢？酒精性肝病的损害机制。酒精在体内的代谢主要依赖肝脏，酒精经过肝脏代谢分解后，生成一种名为乙醛的物质，这种化学物质毒性极强，对肝细胞有直接的损害作用。乙醛会破坏肝细胞的结构和功能，使肝细胞受损，甚至出现坏死。正常情况下，少量饮酒时，肝脏可以有效地将乙醛进一步分解为无毒的乙酸，再由身体排出。但当饮酒量过多，肝脏无法处理过量的乙醛，这种毒性物质会在肝脏内积累，逐步损害肝细胞。酒精性肝病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：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。脂肪肝是酒精性肝病的早期阶段，长期饮酒会导致肝细胞内脂肪积聚，导致肝脏体积增大、变黄，形成脂肪肝。这一阶段的损害是可逆的，
如果能够及时戒酒并改变生活方式，脂肪肝有可能恢复正常。然而，若不加以控制，脂肪肝将进一步恶化，发展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。酒精性肝炎是一种炎症反应，由长期饮酒导致，表现为肝细胞的进一步破坏。此时，肝脏已经出现炎症，肝细胞变性、坏死，患者可能出现黄疸、乏力、食欲减退等症状。若继续大量饮酒，病情将逐步恶化，发展为肝硬化。肝硬化是酒精性肝病的晚期阶段，肝脏的结构发生不可逆的变化，正常肝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，导致肝脏失去代谢和解毒的功能。肝硬化患者可能出现严重的腹水、出血、肝昏迷等并发症，甚至发展为肝癌。戒酒能帮助肝脏恢复吗？戒酒后肝脏的恢复是一个渐进过程。早期脂肪肝患者戒酒后，通常在数周内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，肝细胞不再受到酒精的影响，脂肪沉积逐步减少，肝脏体积会有所缩小，代谢功能恢复正常。大约在戒酒后2到3个月，肝功能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。对于酒精性肝炎患者来说，戒酒后的恢复时间较长，通常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戒酒后，肝脏内的炎症会逐渐减轻，部分受损的肝细胞会得到修复，肝功能也会有所改善。戒酒的同时，需避免高脂肪饮食，并进行适当的运动，帮助肝脏加快修复速度。肝硬化患者戒酒后的恢复则相对有限。肝硬化属于不可逆的肝脏损伤，即使戒酒，肝脏结构中的纤维化部分也无法恢复。然而，戒酒可以延缓纤维化的进展，并减少肝功能的进一步下降。在戒酒的基础上，患者还需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管理，并定期接受复查，以降低并发症的风险。医生提醒，出现4个症状，该戒酒了。酒精对肝脏的损害通常是隐匿的，很多人没有明显的症状，直到肝脏功能已严重受损。因此，医生提醒，如果出现以下4个症状，说明肝脏可能已经受损，必须引起重视，并应立即戒酒。1、食欲下降。当肝脏功能受损时，肝细胞对食物营养的代谢和消化能力下降。许多肝病患者会发现自己渐渐失去食欲，即使没有进食也不觉得饿。这种情况在早期可能表现为间歇性的胃口不佳，但随着病情加重，食欲会进一步减退，甚至在进食时感到恶心、反胃。2、疲惫乏力。肝脏在代谢和能量供应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当肝脏因酒精受损，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缓，造成身体疲惫乏力的表现。无论是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，即便经过长时间的休息，患者仍然感到疲倦无力。这种状态无法通过正常的休息或营养补充来改善，是酒精对肝脏造成慢性损害的一个典型表现。3、黄疸、皮肤、眼睛变黄。黄疸是肝脏疾病的典型症状，因肝脏受损导致胆红素代谢异常而引起。胆红素是一种在血液中自然产生的黄色物质，通常由肝脏代谢并排出体外。但当肝功能下降时，胆红素无法正常排出，在血液中逐渐积聚，使皮肤、眼白等部位出现明显的黄色。这是肝细胞损伤的表现，也是肝脏健康的危险信号，通常表明肝脏损害已进入相对严重的阶段。4、上腹部不适或疼痛。肝脏位于人体的右上腹部，当肝脏因酒精受损后，肝细胞的结构会发生改变，肝脏的体积也会随之增大，甚至引起肝包膜张力增加，从而导致右上腹部出现隐痛或不适感。这种疼痛通常呈现出隐隐的酸胀感，有时还会伴随肝区压痛或胀满感。初期时不适感可能并不明显，常被误以为是其他消化问题。但随着肝脏受损程度加重，疼痛会逐渐加剧，甚至影响正常生活。长期戒酒的益处与注意事项。长期戒酒不仅对肝脏健康有益，还对整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。戒酒后，肝脏的代谢负担减少，自由基生成的减少能有效降低肝脏的氧化损伤，从而减缓肝细胞的衰老过程。长期戒酒还能够降低患脂肪肝、心血管疾病、胰腺疾病等相关疾病的风险，提升身体的免疫力，改善消化系统功能。在戒酒过程中，应注意避免高脂肪、高糖饮食，以减轻肝脏负担。同时，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脂肪代谢，能进一步保护肝脏。此外，戒酒后还需关注精神上的健康，
因为长期依赖酒精的人可能会产生焦虑、烦躁等戒断反应。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戒酒，并采取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，帮助肝脏尽快恢复。总结，酒精对肝脏的损害是逐步累积的，早期的脂肪肝还可以通过戒酒来逆转，但一旦发展为酒精性肝炎甚至肝硬化，肝脏的损害便变得不可逆。医生提醒，如果出现食欲不振、乏力、黄疸、上腹疼痛等症状，应当引起重视并立刻戒酒。戒酒不仅是对肝脏的保护，更是对整体健康的维护。早期戒酒可帮助肝脏修复受损的细胞，而晚期戒酒则有助于延缓病情的恶化。对于好酒之人而言，戒酒是一场与健康的较量，而只有及时放下酒杯，才能为肝脏赢得更多的恢复机会。